位于吉隆坡闹市中的达曼德萨，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被发展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中上阶级住宅区和商业区。然而，在这个黄金地段，你万万想不到会有一间猛鬼学校。传闻这间学校曾经有个女生怀孕了，但她竟然在学校自己堕胎，不幸身亡。从此之后，便有了鬼母子在此处徘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位于吉隆坡旧把生路的 Danau Berdana 学校，自2005年便荒废至今。据说是因为校园的墙上出现裂痕，无法让学生安全上课，因此校园被有关当局关闭。虽然被废弃的原因与灵异事件无关，可是此校园已经有传出不少灵异事件。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，这间学校是被一位女鬼霸占。传言指这个女人是学校的清洁工人，然而她竟然在怀孕期间在厕所自己堕胎，不幸身亡。从此之后，这里一直闹着鬼母子，生人勿近。许多到过这里探险的人都说，整座学校一看就像一座阴森的鬼域，心里不禁打了一下冷战。从学校的平面图上可以看出，这间学校的校龄应该并不久。不过校园里到处杂草丛生，四周堆满许多废弃的家具或垃圾，而几乎所有的铁栏都已被不法之徒窃走，可见荒废已久了。曾经有不少探灵的团队来到这里进行拍摄，并从附近的居民探问出更多有关这座鬼学校的故事。根据一个在洗衣店工作的马来妇女指出，原来附近大部分的商店开始营业时，这所学校就已经处于荒废的状态了。所以其实他们对鬼学校的故事也都是听来的。相传以前这里下面埋了很多的遗体，学校因此闹鬼而关闭。后来还有人到学校里做法事，也有一些剧组进去拍摄灵异电影的。一些从小在该学校附近居住的居民则声称，这间学校在很久以前是一间孤儿院，但不知何故，许多小孩却在这里离开人世。也有人说，在学校未建造前曾是一座湖，不过在建校的过程中，有建筑工人不小心掉入湖中而离世，学校因此闹鬼。曾经有一位在这间学校就读的女学生小文分享了她的撞鬼经历。话说那一年刚好是她考 SBN 那一年，因为有拿美术科系呢，所以有1个礼拜都被迫留在学校赶完美术的项目。一开始是没有什么事发生的，然而好戏却在后头。据悉，小文都是和一个朋友留校赶功课，还有一位老师呢也有留下来教他们，所以那个礼拜都是3个人都留在美术室到晚上7、8点。但小文在学校时一直都风平浪静，没有遇到什么事。殊不知，从学校回到家后，才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事情。还记得第一晚，小文大约晚上11点左右就上床睡觉了。结果大概1点左右在他想起来喝水的时候，竟然感觉到全身冰冷，而且还不能动。这样的情形大概维持了1分钟，随即小文的身体才能够活动起来。但是他也没理会这么多，心想应该是劳累过度，于是喝完水后呢，就直接上床睡觉了。然而到了第2晚、第3晚、第4晚，这样的情形一直出现。小文越来越怀疑自己是被鬼压身，于是在第5个晚上，他便把一本圣经摆在床边才睡觉，但还是没有用。当晚的情形更变本加厉，那只鬼竟然在小文睡觉时拉着他的手和脚。最恐怖的是，小文后来还被他拉到连人带背掉到床底下。小文的爸爸听到女儿房间传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立刻来到小文房间敲门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岂料当小文的爸爸敲门的时候，他立刻又可以活动了。但是小文并没有把这件事说给爸爸听，只是告诉他自己烂睡，睡到掉到床底下，因此爸爸也没有怀疑。他还唠叨小文身为女孩子，睡相这么差，真是丢脸了。然而到了第6个晚上呢，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
这次的小文在被他拉手的时候，不小心看到了他。她是短头发的华裔女孩，看起来大概才16、18岁，一身白衣，静静地坐在小文床边，背对着她。最倒霉的是，此刻的小文还是全身动弹不得，那种想跑却跑不动的感觉啊，真是生不如死。结果那天过后呢，小文再也不敢回到房间睡觉了，因为实在太怕他又出现。爸爸看到小文睡在客厅，就觉得很奇怪。不过在看到女儿1个礼拜没睡的产量啊，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据悉，当时这间鬼学校人气最高的制服团体就是童子军，加上这间学校因为操场的占地甚大，附近的中学啊，若要举办任何较大型的活动，都会向这间学校借用操场的。那这起灵异事件就发生在某一次由童子军团体举办的训练营，当时恰逢学校的假期，因此团员们在学校举办了3天2夜的活动。第一晚在活动结束后呢，其中一位童子军的执委成员小芳还在空无一人的操场收拾工具。由于他在斜坡下收拾，所以当他要上去时，需要找人丢绳子拉他上去的。于是他就决定打电话叫某同学来帮忙。然而在等待连接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抛绳子下来，于是他便按了取消键，拉着绳子上去了。上去以后，他也没有仔细看是谁拉他上来，只是在整理衣物的同时，他说了声谢谢，对方也回他一句不客气。可是当他抬头的时候，却没有看见任何人，那是谁拉他上来的呢？小芳待了大约近1分钟，才看见较早前联络的某同学从楼梯下来，慢慢的走向他。他问对方是不是你拉我上来的？殊不知对方反而给了他一个错愕的表情，因为他是发现电话响了过后才走出来的，但就在自己下楼梯前呢，就已经看见小芳上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吹来一阵冷风，小芳回头看向操场，竟然发现几年前去世的学长在向自己挥手。而那个学长是出了名的热心，而且也曾是童子军的一员。本来以为自己只是一时的喜闻对啊，没想到第2晚，好几位团员都同时看见了古时候的日军。尤其是身为执委成员的童子军，他们一般比学员晚睡。1要写报告，2要收拾加巡逻4周，学员们都睡在这个1楼下层的课室，至于执委成员呢，则是在另一间课室里决定聊一聊再睡觉的。可是，在他们聊天的时候啊，隐约听见了脚步声，他们心想，不可能啊，学员们都睡觉了，执委成员都在一起，那吵不的是谁呀？于是他们一块走出课室外看个究竟，一抬头，大家都傻眼了。只见一群日军大约近100人，穿着整齐的军服从操场上操步，他们吓得躲回班上，除了被日军吓坏之外，还有人说日军的长官瞪了他们一眼了。接着操步声越来越大声，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慢慢消失了。好不容易等到了太阳出现，大家才真正松了一口气。然而在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有幸见过日军的执委成员们才知道，原来以前不少日军曾经在这里附近的。一个荒废的地方之所以会变成鬼域，往往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人居住，阳气开始变弱，阴气自然就逐步增加。据说人有3把火，所以人多的地方他们都不敢靠近，但黑茫茫的地方就会出现他们。一个阴气重的地方就会开始吸引鬼魂到此聚集，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鬼域。即使是处在黄金地段以及闹市中的Danau Berdana学校，也免不了沦为阴气之地。这间学校就是太久没有人用，没有阳气，因此完全被鬼魂霸占了。而且很多校园的前身都是军事基地，所以在半夜听到军人操步声啊，几乎是每个校园鬼故事的开始。那么关于你的学校又有怎么样的鬼故事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。请继续支持优质的内容创作者，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南，我们下期见喽。
缅甸国度的边界上住着一种外貌非常独特的民族，他们就是长颈族。长颈族是泰国北部与缅甸边界交叉点上的一个少数民族，叫做卡伦族。他们大多数都有着套上铜圈的长脖子，而这种长脖子对他们族人来说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象征。根据资料，卡伦族是克耶族当中的分族人，他们使用的是克耶语，而卡伦族主要分布在泰缅的边界附近，以搬迁的方式生活。在卡伦族里他们以自己的语言称呼自己为卡控，意思就是住在山顶上的原始人类。这一点代表了他们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山上了。